徐老师，咱们教室被封了，我们啥时候才能上课啊？ 哎，同志，公安局的，送货的，送货的，送什么货啊？厂里面的货。等一下，同志。当老师的，什么老师？都看清楚，正门、西门、北门、东门，所有门外侧的道路全部封死。是。师傅，什么情况？我们刚才正在这儿走访于爱琴的信息，巧了，在一间解剖课教室里边发现了人骨。正常教学使用人骨都得经过这个福尔马林处理啊，但是这个没有。你怀疑于爱琴的？技术正在检验。问题是上一个刚刚使用这间教室的一个教师，解剖课的，叫薛家健，见着我们掉头就跑，我们还没追上，应该是还没有跑出这个教学区。你现在怎么办呗？关门打狗啊！我现在是已经跟整个这个学校的这个保卫科都通知了，所有的门必须封死，女教职员工、女学生都可以走，男的一概不放。但是，因为这个学校呢依山而建，有这么几段围墙啊，可能会漏鱼，所以必须安排专人来盯死。赶紧安排刚到的人补上。是。来，同学们，不能出了啊！怎么回事啊？我们放学了，我们得钥匙回家呀！这回太长了，我们要走啊！你不能不让我们回家吃饭吧？现在我们这边有个案子，需要配合一下，需要大家配合一下，好不好？大家配合一下。这搞多久？我们要吃饭啊！我们要回家，让我们回家。学校外围的警力都到位了吧？到位了。这儿，这是教职员工的家属院。3队刚才就近已经对这进行了排查，没有发现什么。走的时候留人了吗？留了。那好，说说。薛家健，男，31岁，未婚，身高大概1.75米左右。这个人身形还比较矫健，对整个这个教学区的地形很熟悉。他从这个山脚逃窜之后呢，我们第一时间是落锁拉网，所以相信抓住他就有一个时间问题。现在我们3队建议啊，把我们的人员切成2块，一个山下，一个山上。咱先说山下，山下，正门到平凉巷这个西门这一块要多布一点人，为什么？这一块呢区域很大，涉及面很广，人员构成也很复杂，有教学区、有宿舍区，还有这个制药厂家属区，所以要多放人。那第2块呢，人可以少一点，北门到小东门这一带，大概就是这么一个想法。我是在想啊，一旦在抓捕的过程中，嫌疑人犯险，很可能会伤及到无辜的群众，这一点必须要考虑。啊，那你打算怎么办呢？把学校里的人撤了，然后再抓。啊？抓捕凶犯是很重要，但是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，也是我们要考虑到的。今天是周6，我相信学校里的人应该不会太多。各位领导，我是这么想啊，在不改变包围圈的前提下，我们分隔进行，撤一块
走一块，确认安全，撤出去的人呢再返回，这样不但安全，还能缩小我们的搜索范围。胡局，您看呢？老吴，你怎么看？我看行。那行，宋哲，这样啊，你带上区治安，还有刑侦2个大队，加上学校保卫处，就从这制药厂的家属院开始给我排查，一定要做到啊，楼不漏户，户不漏人。是。稍等，这是排污水管缆图啊。嫌疑人会不会从这个排污管道跑出去啊？派人把所有通往校外的这个排水口都给我卡死。明白。再等会儿。这是什么图？这2个图不一样是吗？这个是个老图哦，这是老图啊。这个也是排水系统吗？这个是很早以前的那个排水槽，已经废弃了，也不流向那个学校外面。行动！是。你带人去红一楼，你们带人去博学楼，男生宿舍、女生宿舍、教师宿舍，所有的出入口给我设卡，一层一层往里凑。是。一组跟我，2组跟我走。蓝组这边。身份证都提前准备好啊！还有队啊，后面。一个一个来，别着急。回家。好，快点把这个好，准备好啊！别着急，别着急，别着急，好。好，快写，快写，快写。跟我走。过去。什么情况？确定是人体骨骼，袋子还是新的，应该是今天抛的。恐怕其他地方也会有啊。通知所有人，一会儿排查的时候要特别留意所有的犄角旮旯。好。快通知顾局！二叔，情况有变，顾局让咱们所有人先撤到保卫科待命。为什么？好像是校方那边有意见，说咱闹的动静太大了。查案呢，这动静能小得了吗？谁说不是呢？顾局说了，必须撤回去，等待协调结果。啊，对了，说谁要是违反命令，就严肃处理。这冲谁呢？这是？不知道。好了好了，先别找了，收队收队。
再查了，也不要劝我。你们已经严重影响我们全校师生。还没解决？怎么了？这是？廖局来了，在里边协商呢。这你们把各条路都封住了盘查，搞得学生们都很紧张。这问我又不能说，这太被动了。哎，理解理解，我们知道校长有难处，但是我们的行动也不能半途而废呀。社会治安嘛，也需要警民共建，才能达到长治久安，是不是，校长？这样吧，校长，让我们这些警员都换成便装，这样从感官上是不是能好点？我打个电话给省里，把这儿的情况汇报一下，看看他们怎么说。算了吧，我们就撤，别为难人家。带走吧。
技术科呢开始采样，1刻钟以后，你就可以开始进行突审。薛家健抓住了，现在同志们的情绪都很高涨，一个个摩拳擦掌的，感觉很快就能把碎尸案拿下一样。你们2位是老同志，对此怎么看？我可没他们这么乐观。人是抓住了，可至少到目前为止，技术科还没有任何决定性的发现。仅凭他教室里有碎尸，不能证明他跟本案有直接关系。说难听点，他要不是沉不住气，又跑又躲的，现在可能已经做完笔录回家了。薛家健身上肯定有问题，但现在还只能算是疑点，根本称不上证据。所以咱们现在看似有了重大突破，其实随时有可能空欢喜一场。戒骄戒躁，这是眼下最应该提醒大家的。所以在目前的情况下，由顾开言来审讯徐家健最合适。他比较沉稳，专业能力突出，最重要的是不会被所谓的胜利冲昏头脑，失去对形势的判断。那谁来跟他搭档？按理说应该是魏国平，不过我提议宋哲。虽然人是魏国平抓的，但以我对他的了解，现在也是他最自满的时候。我怕这一点会被嫌疑人利用，反而不利于案件的推进。那就这么决定了，由宋哲配合顾开言。事不宜迟，我估计现在那个薛家健已经在盘算怎么应对审讯了。咱们也抓紧开始吧，以他为重点目标人物，扩大搜寻范围，寻找证物证据，双管齐下，争取在限定的调查时间内取得进展。顾组长，给你泡点花茶没事吧？可以，谢谢。我们这儿条件就这样，您就将就一下吧。啊，对了，这个薛家健的背景资料啊，我看了一下，我觉得还是有突破口的，我帮你整理一下，来作为参考。来，听见没有？那姓宋的，他自己想和开言搭档。人家是具体负责人，谁跟谁搭档还不是人家一句话的事。这我忍不了，我得跟他说理儿去。去啊！不是你这是什么态度啊？你这是我这是为了你争的，我这是。你知道我们3队为什么一直不招人待见吗？就是因为有你这种老滑头。因为有你这样的绝队长，带出了一群刺头。廖局、顾局、胡二，大家都过来一下。今天提前跟大家说一件事情，局里明天会宣布，但是因为案情紧急，就在这儿宣布了。上级已经正式任命吴克同志担任咱们市公安局政委，大家欢迎。谢谢大家。客套话我就不说了，我就希望能和大伙儿一起把眼前这个案子办好，还受害者一个公道，还定江一个太平。领导放心，保证完成任务。好，下面就请郭勇同志把下面的工作安排一下。这样啊，顾开言到，宋哲到，你们2个人负责对薛家健的突审工作，有问题吗？没问题。那个3位领导，我有个建议，说。魏国平同志呢，在抓捕的过程中，他的表现确实证明了他能够找到薛家健的热点。所以我觉得他比我更合适今晚的突审。从工作角度呢，我建议啊，让魏国平同志和顾开言同志搭档，请领导批准。我没意见。我同意。那好，就这么决定了。你了解他吗？肯定不了解。我倒是有点了解。
不过今天有点出乎我意料。所以你也没想到他会向你喷乙醚？你说谁呢？薛家健啊。我说老宋。还行，挺仗义，也明白事理了。本来啊，人是我抓的，我审天经地义。你看这个姓吴的这位老同志，算了，咱也别背后议论领导。请你把注意力转到工作上来。好，我们就说工作。这个薛家健啊，大学老师，千万别低估他的智商，不能轻视。当然抓的时候是有点慌，但是我很担心这么短时间他已经想好对策了，所以一会儿你听我的，什么都别说啊。我提示你的时候，你再配合我。我会先说骨头的事儿，一敲一个准，你听明白了吗？你怎么了？这次审讯是我们预审科全权负责，你只是辅助。这都是鸡毛，别当令箭。我是主审，今天不要提骨头的事儿。那你提什么？我们现在所有的证据，从严格意义上来讲都不能称之为证据，所以我想让他多说，你只需要配合我就行。你师哥这些年还真没有跟过别人的节奏，要不然我不进去了。你得进去，你的作用是给他施加无形的压力。啊，就是不说话呗。对，你最好一句话都不要说，怎么说怎么问，都得由我来。你听明白了吗？薛家健，本地人。对，本地的。一直都住在和平路吗？从小就在。那儿有个和平路小学，你知道吗？我就那儿毕业的。还是校友。哎，你知道上学那会儿最烦什么吗？换座儿，每周都换，还总是把最邋遢的那个换到我身边来。你们那时候也换吗？我就没跟女孩同桌过。比换座更烦的是啥？换教室，大包小包的，贼麻烦。你们现在也换教室吗？和平路小学。宁江医学院。换。不换。换还是不换？我的意思是，1个学期之内就不换了。那你的教室是固定的？对。还有其他人有钥匙吗？有。教务处、清洁工。也就是说，这些人都有可能接触到你教室里的物品，对吧？对。这需要想吗？我是想回答的更准确一点。警察同志，你们到底在我教室里发现了什么呀？你认为我们发现了什么？我哪知道？不知道你跑什么呀？没有法律说不能跑。那把自己跑出个嫌疑人来，你傻不傻呀？
哎，你身上为什么会有乙醚啊？那东西是不能带出教室的。我不小心穿在兜里忘了。不小心，你装乙醚的瓶子不是标准规格，是从其他容器里面倒进去的。你管这叫不小心？是课程需要吗？什么课？哪一节课需要用乙醚？哪一个程序需要这么做？薛家健，回答我问题。好，这样你先回答我问题，接着说。应该是人骨，准确的说是股骨。哦，看得挺仔细，挺清楚，一下就能看出来，是吧？我就是干这个。你是干解剖的呀，你还是干碎尸的？魏队，我不明白你在问什么。刚才你不是问我们说，在你教室里到底发现什么？我告诉你，发现就是这个。这骨头为什么会出现你的教室里？可能是教具吧。没用福尔马林泡过的，你直接当教具吗？你糊弄谁呢？这确实看着不像。不像什么？那像什么？装傻！我告诉你，高温蒸煮。高温蒸煮的可以当教具吗？来，你给我解释解释。可以当教具。你再说一遍。高温蒸煮是制作骨骼标本常用的方法，是为了清腐去脂用的。但是我们不常用，是因为去脂不彻底。啊，不彻底。但是你还是用高温蒸煮了它。你为什么把它煮完之后放到你教室里？我没。这一学期的课你都用不着这根骨头，因为你在教的是神经系统。为什么？你把它煮完之后放到你的教室里，我们来到你的教室，发现了这包骨头，然后回头一看，一喊你名字，你跑。不，为什么？这个，你跟我讲关系，你跟我讲。魏队，你的。你先出去休息一下。走，咱俩一起去休息一下。薛家健，我给你10分钟的时间，你好好想一想魏队的问题。等我再回来，我希望你给我一个真实的回答。吓着了吗？是以为我动真气儿呢？这都是我们审讯的惯常手段，明白吧？别担心，走。不是说好了不提骨头的事儿吗？你不提骨头，人家能把你放在眼里吗？他都不怕你，你心里没数吗？我不需要他怕我。好，来想想你需要什么？来。如果他一直处于这种不稳定的情绪当中，怎么保证他的口供的真实性？我要的是确凿的证据，不是被谁下出来的口供。谁要的不是确凿的证据？你认为他现在心态不稳吗？那你就错了。我告诉你，他心态早就稳了。病啊！为这点事儿值当吗？
闹什么幺蛾子？啊？老头，你到底喜不喜欢我呀？你不这破玩意儿干什么？我干活呢。轻点，轻点。慢点。好了吗？怎么这么辣？清凉油抹眼睛，亏你想得出来。挺大人了，能不能别天天我到哪儿你到哪儿？净给我添乱！我今天过生日。我不就是喜欢你吗？怎么就那么难啊？你赶紧找一个你合适的人，你赶紧嫁了，我觉得挺好的，别在这我耽误功夫，啊！你好好的呢，咱俩还能当哥们儿处着，你就这么闹，咱俩这辈子只能老死不相往来。那就老死不相往来。老头，你是不是嫌弃我？他有没有伤害你？没有。你确定吗？我确定。没有。把袋子给我留。梅国平，我再也不理你了，我说的是真的。学院站下车。出租车。坐车吗？不用了，谢谢。我市气象台在凌晨2点发布了暴雪蓝色预警。今天6时，
我市迎来了近10年来最大的降雪。到明天14时，宁江市将持续遇加雪，降雪带来的降温和冰冻天气可能会影响您的出行，希望市民合理安排出行。没什么大事啊。卫队，你可来了。怎么了？出大事了，不然不可能惊动你们。来，让一下。没什么大事，互相支持一下，时间不会很长的，好不好？互相配合一下。包所，往后退。这是我们豆芽桥所所长包维强。大家好，来了啊。情况是这样。今天上午5点15分，我们辖区的一个环卫工人到所里来报的案，东西呢就是这垃圾箱里发现的，现在就在他家里搁着呢。什么东西？去看看吧。走，来走。来让一下，让一下。这什么肉？疑似部分人体组织。据说的这一片的清洁工讲，昨天晚上干活的时候，他在垃圾点里发现了一个黑色的塑料袋，包裹得很完整，不像是一般的生活垃圾。因为以前也有人经常把食物不当作垃圾扔掉，所以他就把垃圾袋里的冻肉拿了回来。回到家里，他烧了水，打算给肉解冻，结果就发现了人的牙齿。二哥，2个组，3件事。把今天所有咱们到场的警察都分成2个组，让咱们刑警做主导。第一组把外围沿途所有的住户都摸一遍，问问他们说从昨天晚上到现在谁在这扔过东西。第二组把你们辖区内所有的这个垃圾箱赶紧封了吧，一个一个查。他们所周边的这个4个辖区派出所，一个都别漏。明白。卫队，又冒了。哪儿
四坡路。3队上车。同学们，因发生重大案件，今天的课暂停一次，大家自行复习啊。陈勇，去那边看看，了解情况。好，你跟我走。大姐，麻烦问一下，那段垃圾什么时候清的？我们一般是早晚各清理一次。人命关天啊，希望你认真配合啊。你这有什么其他情况，你也可以跟我讲，我不跟你领导说。什么时候清的？我前2天滑了一跤，在家里歇了1天。所以哪天清的？前天下午刚拉走了一车。前天24号。好，哎，先去吧。来，24号，那就是24号夜里和25号抛尸的可能性最大。这2包尸块应该只是一小部分，至少还有60、70斤不知道在哪儿。二哥，那我有没有可能把这个时间线再往前拉？比方说23、24，假设都有可能有人抛呢？那如果要这样的话，那时候抛的会不会现在已经进垃圾处理站了？很有可能。那这垃圾这个，老包，就整个咱们这一片这个垃圾啊，一般是归置到哪儿？哎呦，这样，我赶紧安排人去问。赶紧！这个包明显比豆芽桥那个包要重得多。如果那边那个包可以手提着，这个包恐怕拎不了多远。所以我怀疑凶手有交通工具，至少是个自行车。咱这么着，假设是豆芽桥、四坡路，往西颐和南路，往南华中路，这是分进路是吧？对。抛尸案的特点一般是越抛越远，近的用手提，远的用交通工具。那豆芽桥这儿，有可能离案发地点更近。咱们这样，往前推，时间拉长啊，5天。你们去打听所有刚才我提到这些路段的夜巡民警，值班的时候谁看见推自行车的可疑的人，尤其是后座或者踏板上有包的，明白吗？3。情况怎么样？结合刚才豆芽桥的，基本上是可以确定是人体组织，但是具体情况呢，要回化验室才能确认。你回化验室那是肯定的啊。你现在就是说，在假定的情况之下，你能给我什么？你估计大概？时间紧迫。根据牙齿的情况，可以判断是个年轻人。有多年轻？15到35岁之间。有点太快，你给我收。收点。不是，它这里面是有一个生理差异化的问题，我们需要考虑。收。根据我的经验判断，20到25的概率最大。性别？这个是真不知道，我们现在掌握的证物太少了。好，明白。谁让你来的？水库看好了？水。对。目前什么情况？今天早上，你讲。是，碎尸案，目前只发现了豆芽桥和这儿的2包，剩下的都没有找到。附近4个派出所，除了留下几十个人挨家挨户排查，剩下都撒出去翻垃圾箱了。这样啊，现在这个案子呢，就由你来指挥。是。
你怎么的？还想继续看水库吗？三队同志呢？三队了，来了，过来过来。三队的同志，一人进一个队，带领其他同志熟悉一下情况。别愣着了，行动！是。咱们去那边。现场的痕迹破坏的比较严重，我们能掌握的也只有这些。廖局，哎，老顾，给你介绍一下，这位是在宁江组织学习的省警校刑事侦查学教授吴科，我们认识，好久不见，老吴。日子过得真快呀，10年了吧？开始吧。目前掌握的线索非常有限，死者是谁？死者的性别、身份、案发的时间、杀人的现场在哪儿？分尸的地点又在哪儿？这些对我们来说都是一概不知。再加上外面，现在这个雨是断断续续下个没完没了，现场痕迹的保存条件呢是非常差，这在很大程度上增加了我们破案的难度。这样吧，我们先请省警校的吴教授拓展一下我们的思路。吴教授，我看还是先听听年轻人的意见吧，他们的思路比较开阔。你怎么看？就是你。命案第一步应该先确定死者身份信息。那我们这是碎尸，比较麻烦，只找到了很少一部分尸块，所以我们现在应该找到剩余的大部分尸块，拼接一下。另外，同时呢，全市拉网，看看最近失踪人口情况，逐一核实比对，找到死者身份信息，再找他的社会关系，从内往外，核心到外延，这样的话应该离这个凶犯就不远了。还有什么补充的吗？细节肯定还会有很多，但是大方向跑不了。果然是办案经验丰富的老刑警，难怪你不用上我的课。这个案子的非常之处就在于，受害人不仅被分尸，而且尸体经过了高温蒸煮。以我们现在的技术条件，哪怕是我们在最短时间内找到了所有的尸块，也很难在短时间内迅速的比对出我们需要的受害者身份信息。那吴教授，您的意思？改变传统的由内向外的方法，用由外向内寻找尸源，当然是要继续做。可是现在不是工作的重点，重点应该是在宁江的周围布上一张大网。您是说要设卡是吗？对，不是。设卡的前提是我们应该先知道嫌疑人是谁，对不对？你现在鱼都不知道是谁，你就结这个网，你往哪儿撒？能不能先把嘴闭一下，听听吴教授怎么说？哎，他说的也对啊，单是设卡的话，那真是像大海捞针。但如果我们在织网的同时，想尽一切办法把这条鱼赶出来，那我们就有可能变被动为主动。各位领导同志们，你们想啊，如果这罪犯没跑，在家里边，咱们可以直接把他给堵在家里面。如果他耐不住性子要逃离，在这种仓促逃离的情况下，就是即便咱们抓不到他，这也会留下大量的痕迹，还有线索，是吧，吴大师？好啊，不是，那我们这个尸块还找是不找？谁不让你找了？不是老魏没说不让你找，是吧？咱们现在是主要找主攻方向，要分个主次。我分得清主次，我听明白了。我们找尸块这肯定是次的，问题是次的，你们能给我多少人？谁说你是次要的了？你听人家把话说完行吧？我认为首先我们要满足这个排查、设卡的警力布置，剩下的全都给你。那可以。好啊。宋哲，说一下人员具体怎么安排的？是这样，我们全市干警现在能动用的不到200人，我这边要是拉网排查，最少需要150人。我那50也给你算了呗。真的，200人设卡拦，然后人没到的时候，你们直接把那个垃圾箱替我也翻了，不完了吗？哎，你干什么去啊？我会没开完呢？不是，
这个会我看明白了，我要再开下去的话，我3大队的人都保不住了，对吧？西瓜反正已经有人捡了，芝麻你们还捡不捡？芝麻不但要捡，一粒都不能给我少，知道吗？3队保证完成任务。哎，干什么呢你？人家毕竟是省里来的专家。是啊，宋哲在就够了，我们不做别的工作吗？怎么样？各居民点垃圾箱都没有发现新的情况。咱不管他那个，我们干我们的，找石块还是第一要务，所以垃圾中转站必须得找，再不找来不及了。几位领导，我问一下啊，因为每天离开咱们泥江的人比较多，我们怎么才能迅速判断出谁是凶手呢？这种程度的分尸，其实是很难办到的。因此，我们怀疑这个凶犯他应该具备有相当的外科手术能力的人，或者是有宰杀牲畜的经验。他还需要独立的、可以操作的空间。找个人捎给我师傅。就说这是我补充发言。好，走。就咱们3队，一个都不给多配，他们那么多人，凭什么呀？凭什么？人多也不一定就强，是吧，二哥？你别说150、200，你2000、2万个人给宋哲，他也不见得能逮着嫌疑人。有的时候，真理往往就是掌握在少数人手里，对吧？是。走吧。你们干嘛的？你好，是刑警队的，把你们这个垃圾车停运一下，我们要检查。检查？没接到领导通知啊。那我们现在就通知你。你们几位真的要搜这脸？是。确定吗？确定。真的？真的。这我得劝你们几句。哎，您就开门来。啊！你们分局刑警队到了吗？都到齐了。哎，顾局，卫队跟省里的专家杠起来了。谁瞎传的这闲话呀？啊！查案的消息要这么灵通就好了。顾局，听说省里的专家要插手咱们的案子。不会吧？我们的案子让别人插手，这太不合适了呀！胡说八道什么？你们不是来办案的？顾局，大伙儿的去支援卫队。对。到底要搞什么？你们？顾局，这是卫队长交给您的。发动各单位、街道、居委会自行核对失踪人口，缓解警力问题。夜巡干警很有可能有人看到过抛尸者，重点询问。我强调一下啊，从现在开始，所有的行动要服从统一指挥。啊，是。哎，廖局，
啊，老顾，有事吗？有点事跟你说。你说说这个魏国平啊，这前段时间我刚刚向上级汇报过干部考察的事儿，这混小子今儿就给我来这么一出。你说说，让上级领导怎么看待咱们选拔干部？难道就让他们看现在年轻人敢在专案组的会议上和领导叫板？哎，是，这种行为确实不应该鼓励。哎，对了，垃圾场那边有什么消息了吗？还没有。廖局，任何侦破工作，除了严谨缜密的刑侦手段，运气也是缺不了的。坐。就他那运气，完了啊！我走了。这里边能有尸块啊？我刚才不是说了吗？前下口区5天的垃圾都在这儿了。从侦办逻辑上来讲，这个地方肯定会有发现的。这么变态的凶手哪有什么逻辑啊？谁告诉你变态就没逻辑了？那88年那个案子凶手不就没什么逻辑吗？那吴教授还让我琢磨说这个陌生人作案的可能性，你说这不扯淡呢吗？人家是专家，你就和我一样听着不就完了吗？专家也不能太偏心眼了呀！你看人家宋处兵强马壮，你再看看咱这边这什么呀？这是，哎，咱们还叫哀兵必胜，咱们以少胜多，好不好？好，加油！加油！哎，顾局，我正好要找您。现在这么一个情况啊，现在尸块啊没找全，有2种可能：一是他们已经抛完了，咱们没有找到；第二种呢是还没有抛完。如果是第2种情况的话，他就要急于的出手，我们可以引蛇出洞。引蛇出洞啊？那你是想瓮中捉鳖了？对，小子可以呀。哼，那就按照你自己的想法，大胆做就是了。不是，这是吴教授的建议。是咱们的案子，还是人家的案子？当然是咱们的。咱们的案子，你现在有没有自己的主张？有是有，但是我是觉得人家毕竟是专家呀，又是教授，听听人家的意见没什么坏处。优柔寡断、磨磨唧唧的，你自己又不是没有这个能力，是不是？记住喽，越是在关键的时刻，越要自信。在这点上，魏国兵就比你强，但是他是太过了，你是太软了，2个人都不到位。我告诉你，一个案子的主办人，在听取别人意见的同时，更要结合自己的调查，拓展自己的思路。关键的时候，要命的当口，果断的下判断，知道吗？是，干活。哎，瞧你这点出息！是。来支援了！高云啊，高云，除了总厂保卫处的同志，还有1分厂、2分厂、3分厂。好家伙，这家底全折腾过来了，还是咱们工人有力量啊！保卫人民生命财产，怎么能少了我们呢？你这次就是不求助，顾师傅早就给我交代了，他是很心疼你的。给大家下任务吧。各位老少爷们们，现在我下面要说的话和我们一会儿要干的事儿，麻烦大家帮我们一概对外保密啊！因为什么？近期发生了一起恶性案件，所以我们现在要请大家帮忙的是，进到这个垃圾堆里，帮我们寻找到人体组织。尸块吗？没错，就是尸块。以及找到尸块周边的东西，因为这些东西都跟案件有牵连。时间紧，任务重。要是害怕的、忌讳的，或者家里边有老人孩子不方便的，尽管提出来。
可以回去，我们完全理解，啊，所以呢，就是咱们进去之前，丑话说头里，问问大家的意见，啊，不知道行不行？添麻烦了。操！这么多垃圾！哎，等着您表态呢。是男人放个响屁，行不行？怎么样？行。走。谢谢大家了啊！谢谢。宋总，哎，新的讯问笔录啊，去吧。您看一下。不用了，每份笔录按时间线排序，交叉比对，尽量详尽的还原具体情况。明白。你这查过的混在没查的里边，这也没地方。这么多人在这翻，都乱了套了。大哥，这什么地方？地串厂早倒闭了。哦。我们现在啊，查过的和没查过的垃圾已经快混到一块儿了，得想办法区分一下，好吧？好吧，师傅。站长，咱们这个垃圾的堆放是按照您跟我说的大概日期来的，是吧？都没错。师傅，你们人多，先把离现在最近的门口这个25、26号这部分清出来，好吧？彭勇，你带组人，在围墙西头开个口子，把已经检查过的往印刷厂大院里边排。然后是22号这一片，垃圾最多也最有可能有线索的，直接贴着它，从东面开个口子，扫完一部分就运出去一部分。等这2部分都清完了，地方也腾出来了，咱们再回头清23、24号这2堆。还是那句话，不光找石块，还要留意有身份信息的物品，好吧？好了，开走了。别动！后撤！江东宁江市。没有，应该没有这个市字。宁江什么分公司？这应该是22号的垃圾。兄弟，你先靠边喘口气儿。好，没事，我还行。我叫技术科的人，顺便给大家带点姜汤水。啊，再弄点感冒药过来。好嘞。啊，怎么了？说，小红庙派出所来了个电话，说有维协群干警看见过可疑的助力车。大哥，哎，我跟他去一趟，你把这套看好了。好嘞，赶紧让技术过来。离开那个，这个东西现在谁也不许动，明白吗？我们这片啊本来就很偏，过了晚上10点，马路上基本上就没什么人了。22号夜里吧，那时候雨刚停，我正好在马路对面处理一个最旱的事儿，然后我就看见一个人骑了一辆助力车，从这条路往上面走了。踏板上还放了一个桶。那个时候我把最旱的事处理完，我又看见他从那儿出来了，大概是3点多1点吧。他去哪儿了？哦，往那边去了。哦，奔市区了。对对。
当时他看见你了吗？应该是看见了。啊，你穿制服了？穿了。好，先撤了。哎，感谢，辛苦辛苦。这里边再查查去。这里头查？不是头，你是怎么断定他是过来抛尸，不是住在这附近的人啊？人刚才怎么说的？这人过去又回来，都是从他面皮过去的。人就穿制服，那说明什么？说明他对这地方根本就不熟，怎么还可能住这儿？啊，对了，头，这里头所有的垃圾桶，派出所同志全都翻遍了，结果呢，啥都没有。就像你说的，他可能对这地儿不熟，没找到垃圾桶，他就没抛，带着东西就走了。你真觉得这是垃圾吗？能带来带去的跑？那就算那里头有啥，你不会认为就凭咱俩就能把东西翻上，不回队里？你现在啊，帮我一忙，啊，做好一件事，啊，这啥事儿？把嘴闭上。好。这3条路走哪条？这地儿可太容易藏东西了，找都不好找，一点火什么都没了。你们怎么知道的？那天晚上狗一直叫了好长时间，就一直冲着那个大门外面叫的。走了，好，谢谢啊。屁股都给我颠碎，这上面这么大雪，这下面咋这么快停了呢？哎呦，这么陡的坡啊，要没我，你骑都骑不上去啊！这没有车能走的路了。他再提着重物，要我是他的话，很有可能就把东西直接抛这儿来了。
应该就在这附近。啊？桶的印子。把东西扔到这儿，我这东西已经很重要啊。下去看看。仔细点啊！一寸一寸摸。每个角落都摸遍了。摸着了。不管摸着什么都别吐里边啊！忍着点。飞，出来，让你看看什么叫师傅。